真不想上班呀！要是天天躺着能挣钱多好。这个主管自己看不懂设计图，还怪我没画好，真服了。喂，走路要看人嘛。这小妞身材真不错呀，摸一下得多爽。我叫陆芊芊，风氏集团一个普普通通的实习生。就在昨晚，我身上发生了奇怪的事儿。刘明磊，你个王八蛋！你不是跟我说今天要加班吗？你就是这样加班的，你混蛋！陆芊芊，你他妈疯了！你不是跟我说爱我，要照顾我一辈子？死骗子，渣男！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说着玩玩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玩，不然呢？我是风氏集团运营主管，年入100万的富二代，你呢？你不过是个小员工，我年薪100万，真觉得你配得上我吗？啊？怪不得你说什么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，不让我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合着是为了方便你找别的女人。林美雪，我们一起进公司，你也明知道他是我男朋友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闺蜜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话也别说的这么难听，陆芊芊，你不也是仗着明磊主管的身份才跟他在一起的？谁比谁高贵呀？再说转正名额只有一个，你也别怪姐姐心狠。好一对奸夫淫妇，狗男女！你说谁狗男女啊？啊？陆芊芊，你被开除了，滚！滚！这份工作我才不稀罕呢！我要向管理层举报你们，让他们知道你的丑恶真面目。哎，陆芊芊，陆芊芊，你别作死啊！你信不信我让你混不下去，找不到工作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刘美蕾，你个畜生，放开我！陆芊芊，明磊，无论他有事没事，都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当没看见。走。小姑娘，你咋睡这儿了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呦，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谢谢阿姨。一看就是昨晚又喝多了，随便找地方睡。现在这年轻人，我没喝酒啊，阿姨，我没说你喝酒啊。可是刚才你就是这样说的。我刚才说了吗？这小丫头看着神经兮兮的，别是什么精神病吧？我不是精神病，阿姨。现在我可以确定，我拥有一种可以听到别人心里话的能力。刘明磊，我陆芊芊虽然无权无势，但绝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敢欺骗我感情的下场。哇！对不起啊。没事，这个时候要是有块糖就好了。糖？您是需要糖是吗？我看你这个样子像低血糖，我也有低血糖，以后在身上可以随身备几颗。冯总，你没事吧？那个女孩是咱们公司的吗？应该是吧，看她穿着打扮，应该是实习生。扶我回办公室。陆芊芊没事吧？她不会死了吧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刚刚已经让人去看过了，那里已经没有人了。估计啊，是她自己觉得丢人，自己走了。
陆芊芊，你怎么老踹那个门啊？你知道那个门值多少钱吗？确实不应该踹门，应该踹你，踹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你说谁狗男女呢？陆芊芊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刘主管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事儿，陆芊芊，我已经把你开除了，你还不快滚？怎么想闹事吗？我才不是想要闹事的人。大家来的正好，今天我就给大家揭开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。什么真面目？今天我就给大家揭开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。狗男女？他说的该不会是刘主管和林美雪吧？看这形势，除了他俩还能有谁？这回有好戏看了。什么真面目？陆芊芊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要打我是吗？来呀！我就不相信你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。芊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给自己找不自在啊！各位还不知道吧？其实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跟刘明磊谈恋爱。公司是明令禁止办公室恋情的呀。对啊，他们是不是傻呀？特别是这个刘明磊，还是个主管，这不是找事儿吗？谈恋爱？你不看看你什么货色啊！我跟你谈。是吗？那照片里面是我跟狗拍的，聊天记录是狗在说什么，喜欢我爱我。你别胡闹，你给我！你不是不愿意承认吗？给大家看看又能怎么样？当然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刘明磊他就是一个靠着自己权势忽悠实习生还出轨的渣男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他就每天对我嘘寒问暖，还以为他是什么好男人。结果到昨天我才发现他们两个搞在一起。还有这个李美雪说什么是我闺蜜，骗子！陆芊芊，你给我闭嘴！我跟刘主管是清白的。你说你跟明磊谈恋爱，明明是你先勾引刘主管。对，就是你先勾引的我，不然我能跟你在一起啊？我勾引你？不然呢？哎，他看我是公司主管对吧？能够给他转正，勾引我，不然公司那么多优秀的女人，我能跟你在一起啊？是啊，刘主管这么年轻，还这么有实力，怎么会喜欢一个实习生啊？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他勾引刘主管啊！怪不得运营部总有股胡骚味儿，原来是有狐狸精在呀！你才是狐狸精！谁闹事？谁闹事？来，就他，我都把他开除了，还赖着不走，带走，带走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风总怎么来了？风总，他怎么来了？这就是风总啊！我来了快半年，是第一次见他。风总，原来他就是公司老板。风总，赵副总，什么风把您二位吹来了？公司明文规定，你要开除员工的话，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行。他的申请我怎么没看到？他根本就没有申请，是因为我发现了他们两个的奸计。陆芊芊，要开除我！你闭嘴！该闭嘴的是你，刘明磊，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？我哪敢呀，风总，他勾引我，按照公司制度，我应当开除他，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申请而已。谁勾引你啊？你个大混蛋！刘明磊，我撕了你！手机给我。风总，闭嘴！这丫头的聊天记录也太羞耻了吧！羞耻！别看我发的呀！哼，公司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害群之马。他要给我做主啊！你说他勾引你，可我在聊天记录的字里行间里，为什么看到的都是你在勾引他呀？我就知道，原来就是刘明磊先勾引他的。一个公司主管对刚来公司的一个实习生下手，这不就是利用权势骗小姑娘吗？谈恋爱就算了，还玩弄感情搞出轨，你还真是风氏集团的榜样啊！风总，我承认我跟他谈过对象，但是我绝对没有出轨啊，风总。对，风总，我跟刘明磊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们是清白的。清白的？你们两个要是清白的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是纯爱了。陆芊芊是吧？有没有证据证明呢？当然有了，昨天我亲眼看到他们，可恶心了。亲眼看到？我还亲眼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也出轨？没错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口说无凭，风总，这是污蔑啊！风总，哼，反正他没有证据，只要我咬死不认，能奈我何？你好像我确实没有证据，难道就让这家伙这么躲过去了？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你出轨，但是公司明文规定，严禁办公室恋情。你身为部门总管，
明知故犯。我现在宣布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开除我？副总，我也是为公司做牛做马这么多年。副总，我只是一时疏忽，您放过我一条命吧。这就对了，开除的好。风总，您真是明察秋毫，英明神武。风总，换掉刘明磊，恐怕影响项目进度啊。确实，他在经手的这个项目至关重要，突然换人，肯定会影响进度。什么项目？进度？难道他不想开除刘明磊？算了，看在你认错态度还可以的份上，我扣除你全年奖金，留资产看吧。谢谢风总。风总，你跟我来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他明明违反了公司规章，我为什么没开除他？我不好奇啊，他正是进行的项目关键期，如果开除他，会影响项目进行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人知道我能偷听到别人心声，不然万一把我抓起来研究了，我虽然是实习生，但也是运营部的嘛，我猜的。你还挺聪明的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给我的？那会儿我低血糖犯了，要不是那2块糖，我现在就在医院了。所以说是你救了我，想要我怎么报答你？说吧。虽然不清楚他为什么知道我那晚需要他，但毕竟是他救了我，知道救了自己的大老板后，他肯定会狮子大开口吧？我不会狮子大开口的，风总，我得跟你解释一下。首先，我不知道您是我老板，我之前只是公司的实习生，没有见过您。其次，就算是陌生人，我也会救的，哪怕知道你是我老板，我也不会向您狮子大开口。如果您真的想感谢我的话，那就帮我转正吧。你还想留在公司啊？啥意思啊？难道您真的要开除我？谁说要开除你啊？这小丫头看着挺不错的，怎么这么容易着急？我不急，风总，您说。你呀，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我不开除你，今天你在公司闹这么大，也没办法继续再待下去了。我给你笔补偿吧，或者把你介绍去别的公司。为什么待不下去啊？虽然证明了不是你勾引刘明磊，但公司上下都知道你闹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就不怕人家在背后说你？我看谁敢？我才是那个受害者，是刘明磊他不要脸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，眼看着就要转正了，凭什么让我走？可以，既然你决定了，那就留下来，我会替你转正。真的吗？谢谢风总。这丫头挺有趣。他竟然说我有趣啊！刘明磊，你怎么会我家钥匙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想报复我是吗？别担心啊，我还记得你上次喝醉酒让我送你回家，你把钥匙给我。差点忘了，那你赶紧把钥匙还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怕你啊！你敢动我试试？不行，我得先稳住他，不然闹大了，我肯定拿不回那个东西。拿回东西？他要拿回什么东西？芊芊啊，你什么都好，你就是性格太冲。我和梅雪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。少来，我还没瞎呢。其实是那个李梅雪一直勾引我，你都不知道那个人有多可恶啊！背地里没少说你坏话，而表面跟你称之为姐妹，这不就绿茶婊吗？他是绿茶婊，我是知道的。那你和他偷情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能和绿茶婊在一起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这不是为你报仇吗？帮我报仇？对啊，对于这种绿茶婊，不能用寻常的手段。我先表面跟他在一起，跟他玩玩，到时候把他甩了，让他哭去，你懂吗？所以你和绿茶婊在一起，就是为了帮我报仇？那你昨晚和今天这么对我，做戏做全套。芊芊，其实啊，我一直爱的是你啊。陆芊芊，以你的蠢脑子，只要我忽悠忽悠你，绝对会提上来的。不好意思，要是以前我还真有可能信了你的鬼话，但现在姐有超能力了，你的一言一行藏无可藏。为了给我报仇，你甘愿牺牲自己的身体，你可是真够爱我的。当然了，我为了你在所不惜啊。芊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过这次你真的让我挺生气的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
你先回去。行。哎，芊芊，你还记得我上个月送了你一台笔记本电脑吗？你先把它还……先借我用用。原来他要拿回的东西是电脑呀？你说的是你送我的那个被你用的快报废的二手电脑？对，就那台。你先借我用用，我明天我保证给你买个全新的。扔了？扔了？那里边……芊芊，把那个电脑扔哪儿了？一台破电脑而已，这么紧张，看来里面有秘密。扔哪里了？逗你玩的，没扔。我去帮你找找。我也用过几天这个电脑，也没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看来只能先给他，才能套出秘密来了。在这儿。太好了，有了它，少氏一定能给我不少好处啊！老子要飞黄腾达了！行，那先这样，我走了。邵氏，那不是公司的死对头吗？这家伙一定有鬼。这不是昨天大闹刘主管办公室陆芊芊吗？她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被开除了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听说人家非但没被开除，反而转正了呢。转正？陆芊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你这话说的就很有意思。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啊？按照办公室规定，凡办公室恋情者需被开除。你怎么还有脸赖在这里不走？可惜我不仅没被开除，还转正了呢。看来你的希望要落空了。你既然转正了，林美雪，你机关算尽，还搭上自己跟那个老男人睡，就为了个转正，你说你可不可笑？贱人！哟，还想打人啊？林美雪，亏我以前还把你当成好姐妹，真是瞎了眼！你这个不要脸的 bitch！ 你们在干什么？赵总，没有，我就是跟朋友聊聊天，叙叙旧。你就是昨天那个小丫头，怎么样？刘明磊没再欺负你吧？他敢，他要是再敢欺负我，我就扇他。赵总，您这是要去干嘛呀？哎，还不是那个封总挑的助理一直不满意，愁死我！我还有点事儿，就这样。封总助理？是呀，我都有超能力了，怎么不能为自己搏个前程呢？陆芊芊，怎么了？又有什么事啊？封总，听说你最近在找助理，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试试啊？他怎么突然说给我做助理？难道是因为昨天救了我，想以此为条件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救你来提条件，我是真的想尝试一下。奇怪，怎么每次我话还没说出口，他就知道我想说什么？不行，我不能说的那么快，不然他一定会起疑的。芊芊，不是我不给你机会，我对助理的要求非常高，他不仅要熟悉我的各项工作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忠诚。忠诚？我之前的助理曼曼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安排，都十分符合我的心意。最可惜的是，他被邵氏那个混蛋给挖走了，所以忠诚非常重要。邵氏是我们封氏的死对头。你还知道邵氏啊？当然了，全公司谁不知道啊？只要我们公司做的项目，那个邵氏就一定要插一脚，就好像跟我们有仇一样。封总放心，我陆芊芊别的不行，但是忠诚这一块绝对行。看着这完全不像很忠诚的样子啊。至于工作，我可以学习，我学习能力挺强的。能力不行，但态度尚可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从小就有一种本领，特别贴心，总是能猜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。让我做助理，只要你想到什么，可能你还没说，我就帮你做到了。哦，这么神奇吗？那你现在猜猜我在想什么？你只要猜到的话，新助理就是你。你只要猜到的话，我的新助理就是你。真的？当然，我封氏言一言九鼎，从不骗人。封总，你别动，让我瞅瞅。这丫头还当个真是了，可惜忽悠这招在我这不好使。你不相信我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
当然了，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的话，怎么会老老实实留在风氏？那不行，你得想件事情，不然我怎么猜到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比如说最近你最想解决的事儿是什么？这么认真也罢，就当是工作上的消遣吧。我最想解决的是星海项目总是被泄露给邵氏，公司里有内鬼。公司有内鬼，原来他想解决的是这件事，但我不能直接说出来，那样就太刻意了。你最近在做一个项目，但是这个项目很不顺利，造成项目很不顺利的原因嘛，外人使诈，内部问题，有内鬼，被我猜中了吧？风总，那我是不是……不对，巧合罢了。项目不顺的事，公司大部分人都知道，他能猜到，倒也不稀奇。喂，风总，我都猜对了，你可不能不认账啊！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，项目不顺是我最近最头疼的事情。你这是巧合吧？哎，你刚刚不是说只要我想到什么，你就能提前解决？这样，你只要揪出内鬼，我承诺，你不仅会是我的新助理，而且年薪1000万。我说的小事儿是比如什么端茶倒水之类的，至于就是内鬼，我有了他，邵氏一定能给我不少好处啊！老子要飞黄腾达了！哎，我好像还真的知道内鬼是谁。明明说好让我先转正的，怎么他还先转正上了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哎，这老爷们不能说不行。哎，放心吧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风总是看他闹太大，降低对公司影响，才破例的给他转正的，不影响你的转正名额。那我心里也不平衡呀，明明他哪都不如我，凭什么先让他先转正？看他就烦人，烦人！你放心吧，转正这点小事儿，到时候啊，我把你往管理岗位上一提，他不算个屁呀！陆芊芊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别踹这个门。就在那个电脑里。风总你，但是秘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，找一个技术员工一查便知。陆芊芊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赵总是电脑高手。赵总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跟你们说了，她不是什么好女人，她满嘴胡话。她不叫这个女人，她是我的新助理。助理啊！助理啊！哎呦我去，这陆芊芊居然成了风总的新助理。才刚转正就成助理了，这升职速度跟火箭一样。大家好，我叫陆芊芊，是风总的新助理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了。赵总，你再拦着我可要叫保安了。我怎么可能？我藏那么严实？赵总，风总，电脑属于个人隐私吧？怎么，你心虚了？没有。赵总，动手。贱女人，因为你全完了。风总，这里面有很多星海的私密资料，都已经被他发给邵恒了。什么？星海项目的资料发给邵恒了？那可是风总的死对头啊！原来内鬼是他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身为公司部门主管，吃里扒外以下犯上，对公司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，立刻开除，交由警方处理。至于你，刚才我可是亲眼看到你俩在一起，就说明芊芊之前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对不起，风总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是刘明磊，是他要我从了他，不然他就会把我开除的。你少放屁！你不是你一直勾搭的我吗？你个臭娘们儿！我勾搭你？我这么年轻，我为什么要勾搭你呢？是你利用权势逼我就范。风总，给我做主啊！好，都别吵了，我来做个主吧，让大家都清楚清楚李梅雪小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其实是那个李梅雪一直勾引我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女人多可恶啊！背地里面没少说你坏话，也表面跟你称之为姐妹，这明明就是绿茶婊嘛！我这不是为你报仇吗？帮我报仇？对啊，对于这种绿茶婊，
你不能用寻常的手段。我先表面跟他在一起，跟他玩玩，到时候把他甩了，让他哭去，你懂吗？风总，我是不是解决了你的心头大患？以前我只相信科学，现在看来得相信玄学了。你好，我的小助理。这10天，他越来越懂我的心思了。快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也有低血糖，吃个糖就好了。刚才那是他身上的香味吗？好好闻呀。好闻吗？没味道。我就出去半个月，结果他又找了个女助理，还是这么一个狐狸精。这个贱人！你是叶总吧？你可算回来了。你再不回来，风总跟那个小贱人孩子都要生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小贱人不知道怎么勾搭上风总的，还要风总把我给开除了。叶总，你可要管管这个小贱人呀！都知道叶婉晴喜欢风总，陆芊芊，这下你可算完了。呀，不知道有客人来，要不我再去多买杯咖啡？哎，他不爱喝咖啡，你可算来了，快想个办法把这个难缠的女人弄走。难缠？你就是陆芊芊妹妹吧？你好，我是叶婉晴。哼，看我这次不把你这个骚蹄子从公司赶出去！这个女人对我这么大的敌意，我都不认识她。不过想把我赶走，那是痴人说梦。我现在可有超能力，谁也不能毁了我年薪1000万的工作。介绍一下，叶婉晴，叶氏集团的现金，也是叶氏集团的继承人。白富美啊，知道我的厉害了，就凭你也配跟我抢实验哥哥？叶婉晴，你要是这么玩下去的话，叶氏集团到你手里可就危险了。没关系啊，只要实验哥哥与我成婚，到时候我把叶氏集团交给你，以你的能力，一定能将叶氏集团发扬光大的。从小到大都20年了，还真够努力啊。那是自然啊，谁让人家从小时候就喜欢你呢？我记得那年18岁，那时候我就发过誓了，如果这辈子不能嫁给你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么感人肺腑的话，诗人哥哥肯定是超级感动吧。苍天，我脑海中一辈子伤心事都想空了，还是想笑怎么办？在线等机。这姐看起来脑子不太好，我还是少惹她吧。你特地跑来一趟，不会是为了跟我谈这些肉麻的话吧？当然不是，诗言哥哥，听说你们星海项目有一块地在邵氏手里，我问过邵恒了，他愿意出售这块地，不过价格嘛，得你们自己谈。邵恒，他害我还来不及啊，怎么可能把地卖给我？真的，邵氏集团呢，目前在开发海外项目，资金链出了点问题，急需一笔钱。我知道你们俩关系不好，所以这次呢，由我替你出头，我帮你拿下这块地。如果真能拿下这块地，那么星海的项目就完成了。看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感动死了吧？诗人哥哥，不用感谢我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怎么还上手了？谢谢婉晴，你所说的事情我会好好考虑的。芊芊，苏婉清离开。叶小姐，请。诗人哥哥，烦人的妖精。风总，您没事吧？该不该去找他谈判呢？不去吧，现在项目受阻；那去吧，你看那家伙丑恶的嘴脸。风总，每个人都有纠结的时候，那就要考虑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，抓住最重要的，剩下的就都是不重要的，干就完了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你陪我去。我？走。石岩哥哥，坐。怎么还把这骚蹄子带来了？
姐，我是助理，能不跟着吗？再说了，我可从未抢过风总，别怪在我头上啊。风时夜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还活着呢。托您的福，活得很好。好讨厌那家伙，若不是为了那块地，这辈子都不想见他一面。哼，终于有机会能恶心你了，风时夜，你就等着吧。这两人看上去都来者不善，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待会打起来，我可得帮着风总呀。曼曼，风总好。我之前对你不薄，我给你开了那么多优厚的条件，为什么你要放弃我，跑去投奔他？良禽择木而栖，我很感谢风总的栽培，但是我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。风总，对不起，我妹妹得了重病，是少总帮忙治好了我妹妹，我只能先辜负你的栽培之恩了。原来他是因为这个才离开的呀。曼曼，你要是被威胁了，你就眨眨眼睛。风总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才刚见面就这么跟我的秘书说这么多，不合适吧？哼，想必这位就是你的新助理吧？长得挺漂亮的。你好，我是邵恒。邵总，刚见面跟我的助理这么说话，也不合适。就这形势，待会儿不打起来才怪。大家都是从小玩到大的，客套话我就不说了。开门见山吧，邵总，你手里有块地是风总需要的，开个价吧。可以，既然是风总想要这块地，那我就给个友情价，300亿。风时夜，现在是你求我办事，看我不狠狠宰你一下。邵总就别开玩笑了，什么地值300亿啊？开个诚心价。经过我们调研，邵总你们那块地价值最多也就20亿，我们风氏愿意出到50亿。价值不是这么算的，这块地儿现在是价值这么多，但有消息说会来那里规则规划，而且这块地也是你们星海项目的重中之重，这些隐形价值都要算进去，300亿真的不过分。没事，这个价格嘛。但据我所知，你们邵氏正在开拓市场，资金链出了点问题，我们这50亿可是现成，可以解你个燃眉之急。这个小骚蹄子，明明今天是我的主场，可总被他打断。对不起啊，叶总，打断您发言了。没事儿，都是为了合作嘛。行了，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们邵氏了，区区资金链不过是小问题，要不是看是你们风氏想要这块地，今天我来都不来。那我也实话告诉你，你那块地我不是非要不可，要不是看你资金短缺，你那块地我更没兴趣。好啊，那就告辞。告辞。快说，快说，别让我走，我可真需要这块地，但我也不能丢了面子呀。方时夜，我可是真的需要这笔钱，你快拦着我呀，我还想要脸呢。合着你俩刚才都是在装啊，演技还真挺好啊。邵总、风总，大家这么多年的交情，还是……对啊，这桌上的饭菜都还没动呢，我们要不坐下来再聊聊？也对，点了这么多菜，别浪费钱，要不坐下聊聊？刚好我肚子也有点饿，咱们边吃边谈吧。两个要强的男人碰一场，能谈成生意才怪。风总，我们这次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，220亿，更新报价。可以了吧？这从小到大的情分可值80亿。哎呀，我这面子这么值钱呢。风总，你看这220亿太高了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。别废话了，目前你能拿出多少钱？说吧。邵氏资金链有问题，说明有个缺口。那么只要能知道这个缺口多大，就知道它的底价了。邵总，我们为了您这块地准备了60亿，您看？60亿？你当我是乞丐啊？还差1/3啊！起码得先把这个窟窿堵上吧。1/3，那他的窟窿就是90亿，这就是他的底价。风时夜，都别兜圈子了。我知道你很需要这块地，我也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你，我确实需要一笔钱。邵总，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？浪费彼此时间干嘛呢？开价吧。目前我公司资金链缺口大概是120亿，就这个数。刚刚芊芊也说了，我们就准备了60个亿，我可以为你再去凑10个亿，70亿吧，这是我们能出的最高价。110亿，80亿。行了，都别扯淡了，100亿凑个整，这总行了吧？签合同吧。
100，这次准备100亿，差不多也就这个价格，100亿是吧？100亿是吧？那就90亿，这是我们最后的价格。这丫头在干什么？100亿可以拿下吗？我在帮你省钱啊，喂！我都这么有诚意了，还跟我砍价是吧？啊，方世业，这次你还真是找了个好助理，可惜啊，你要被他害死。妈妈，我们走。陆芊芊，你干什么？100亿可以了，这块地这么值钱，我们当时说了，100亿就能拿下这个项目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吃？石岩哥哥，你看你找的这个蠢助理，快把他开了。3、什么3、2、1。方世业，方世业，95亿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报价。如果你再不行的话，那我马上就走。90亿，不是大姐，你跟90亿杠上了。方世业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让一个女人替你做主？陆芊芊，你不要再胡闹了。方总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只有90亿，再多是真的拿不出来了。邵总，没办法。94亿90、 93亿90、91亿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马上走。他这么胸有成竹啊？难道这真是少恒的底价？就只有90亿。方世业，你叫我800片，也只有这么些钱，行不行？不行我们就行，90亿就90亿，签合同吧。方总，他的底价还真是90亿。哎，这年头啊，敢跟我这么砍价的人可不多了。方世业，还真是找了个好助理，羡慕啊！我也觉得我找了个好助理。别夸别夸，我会骄傲的。行了，既然事都谈妥了，今天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请邵总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说90亿没错吧？他还给我装呢，什么93、91的，就90，多了没有？好，好，好。爱要不要？最厉害。冯总，我可是给你省了10亿啊，10个亿啊！我这辈子，不，我好多个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幸亏你坚持下来了，不然我还真要花10个亿呢。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邵恒的底线是90亿的？我会读心术。读心术？我能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，你是最棒的。不过冯总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感谢我？要不我帮你涨工资？好，那就给我涨工资。我又可以涨工资了。你真的好帅啊！什么情况这是？你醒了？你听我解释啊！不用解释，我会负责的。负什么责啊？就是我们久经害人。看他这样子，该不会以为我们发生关系了吧？啊？难道我们没有？那个，我这衣服……衣服是你昨天晚上喊太热自己脱的，我怕你有危险，所以在隔壁屋睡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会趁人之危吧？想什么呢？
早饭给你做好了，吃吧。我就是问问，咋感觉他这么心虚呢？石岩竟然真的去他家了，还待了一夜呢。今早风总出来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满面春光啊！说不定他们昨晚还做好几……闭嘴！哼，昨晚明明是我组的局，却又被那个贱人抢了风头。我就知道他是奔着实验哥哥来的，现在果真如此。您不知道，这个陆芊芊她就是这么贱，她就是喜欢抢别人男朋友。叶总，像您遇到这样的人可难缠了。难缠？我看他是找死！你去给我盯好了，他敢和我叶婉晴抢男人，我要让他死得连渣都没有。我们到底有没有呢？他心里话是说没有，可我都秃光了，躺在那儿，他都不动心，那不显得我太没有魅力了？还是说他其实已经和我那个了，只是不承认，趁人之危嘛？大变态！所以我该相信是我没有魅力，还是风实验是个大变态？这世界活得好累啊，也许死了就没有痛苦了。不，这世界还是很丰富多彩的。喂，你谁啊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放屁啊！我放你就跳河了，别动！我就是要去死，你别拦我，你让我去死！对不起啊，看是你太激动了，想让你冷静冷静，对不起啊。他不要我了，他跟别的女人跑了，我不想活了。跟别的女人跑？你男朋友？哎呀，嗨，我还以为什么天大的事情呢，合着是因为你男朋友出轨了呀？不对，现在应该是前男友了。不是前男友，是男朋友。屁的，男朋友都出轨了，为了这么一个渣男要去死啊？可是我真的很爱他，没有他我不能活。屁呀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谁不能失去谁的。哦，当然除了亲人。姐妹，你要是真的死了，能为你伤心难过的只有你爸妈。那个渣男连一滴眼泪都不会给你掉的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他要是真的在乎你的话，怎么可能出轨做伤害你的事儿？这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不偷腥的。再老实的男人看到别的女人啊，都两眼放光，清醒一点吧。有好男人的。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为渣男说好话呀？不是他，是我哥。你哥？说说。哥，这是你哥？好你个风说说，这些年我是不是让你过得太舒服了啊？为了个男人，你要死要活的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做梦都想投胎到封家？我让你当封家千金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哭，就知道哭。你20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行了，人家刚被渣男伤害过，现在正难受呢，你还要刺激他？我是看不惯我们封家人为点小事要死要活的。老赵，帮我找几个国际杀手，把那个渣男给我干掉。哥，求求你不要杀他！都这个时候你还护着他？3天，我让他横死街头。够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添乱？我的家事你管得着吗？我是你助理，我不能看着你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上。而且我年薪1000万，你要是进去了，谁给我发工资啊？况且为了一个渣男搭上自己，这不值当。渣男已经够恶心了，再为了他伤心难过，不是更亏得慌吗？好了，你先上楼，我跟他聊聊。你们哥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任性让你担心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想那个男人了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？你说对吧，芊芊姐？必须的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男人等着我们去踩呢，就这么死掉了，亏得慌。就是，我可是封家千金，那么多男人排着队追我，我要坐在那里，让他们一个一个舔我脚趾头。
早这样想不就好了，臭丫头。虽然我不该问啊，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，让他这么快就变好了。对比了，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惨的时候，发现有另外一个人比他更惨，他心里就会平衡。还有比他更惨的人啊？对啊，就是我了。从小到大，我谈的每段恋爱都是这样，不是男的出轨，就是我被当小三。还有更气人的是，有一个男的压根儿就不喜欢女人，再就是之前的刘明磊，反正没有一段是靠谱的。你还真是命运多舛。芊芊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不要带坏我妹妹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这么单纯善良、清纯可爱、完美无瑕的女孩子，怎么会带坏她？完全不像啊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那个昨晚……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我昨晚对他做的事了吗？什么？他昨晚真的已经对我……什么？他昨晚真的已经对我……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我昨晚做的事，不然我就真的成变态了。啊！昨晚他果然对我下手了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方总，酒精确实不是个好东西，但是昨晚发生了什么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，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我可以承受的。不行，不能承认，承认了就会落实我是变态，也怪我一时没忍住，我要忍住就好了。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放心，我呢比较担心你，所以呢一直在陪着你。哦，那个邵氏的条约已经签完了，地我们也拿到了，你去整理整理后面的项目条款吧。好。做了还不承认，这不就是渣男行径吗？我还以为他是什么正人君子，看来男人都是一样的，果然是我想多了。混蛋，王八蛋，大变态，看着跟个人似的，其实也是个脏心烂肺，气死我了！混蛋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你不是那个……你好，陆小姐，我是邵恒。哟，陆小姐胃口不错嘛，没事，多吃。不过咱再点。说吧，邵总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只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底价就是90亿的？猜的呗，商业谈判不都这样吗？预估个价格，照着谈就完事了。我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这种事情就算是猜，也不可能猜得那么准。况且，风实验明明就准备了100亿，当时明明都可以顺理成章签合同，可是你偏偏抓着90亿不放，说明你一定知道我的底价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准备了100亿？如果没有准备的话，你觉得我会轻易去谈判吗？哼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又有内鬼，透露了价格呀。当时我故意将价格喊到91亿，可是你怎么都不接受，这就意味着你知道我心里的底价一定就是90亿。陆小姐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要报复我？我要是想报复你，就不会带你来这吃饭，我会找人把你绑起来，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轮流酷刑折磨你。好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后面的内容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毕竟让我少赚了10个亿，陆小姐，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。你不想说也没关系，无论如何，我很欣赏你，来我这里工作怎么样？你要挖我跳槽吗？准确来说，应该叫合作。他风实验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你；风实验给不了你的，本少爷也能给你。如何？风实验这个混蛋，敢做不敢认，我真的还要再跟着他吗？没关系，陆小姐，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。之前曼曼被挖走，就把风实验气死了。现在把你挖走的话，风实验绝对会气到吐血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好好报复他了。奇怪，明明我那么恨风实验，可为什么他说报复风实验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担心呢？也是，我要是真跟他走了，以风实验的性格，绝对会被气死。陆小姐，我听说风实验给你开的年薪是1000万，我给你开2000万，
直接翻倍。另外，你的衣食住行、车房、购物，我全部给你报销。怎么样？心动了？邵总，我想知道你和风总到底有什么仇？您怎么会这么恨他？我们俩之间的仇怨，那可就大了。在那儿，果然在这儿，找饱了他，这辈子吃喝不愁啊！我的天，我这是遇到绑匪了吗？怎么了？绑匪绑你的？啊！跑啦！吓死我了！你是怎么知道刚才那些人是来绑我的？我猜的，那俩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陆小姐，你还真是越来越让我惊喜了，连绑匪都能发现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再好好考虑一下，我邵恒绝对不会亏待你。陆芊芊是吗？我一定会拿下你。他和这个邵恒这么亲密呢？是吧？像这种贱女人，就是见一个爱一个，骑驴找马。风总也是被骗的，你是受害者呀。这不是叶婉晴吗？他们俩怎么在一起？哼，正好没有理由赶走这陆芊芊呢，他都自己送上门来呢。你有主意了？当然，像我这么聪明的人，有的是办法。就是说，邵氏那块地压根不值90亿，是他与邵恒暗中勾结，抬高价格，从中牟利。风总最讨厌叛徒，要是他相信这事儿，那陆芊芊就死定了。还有后续投入详细表格，让项目部补充吧。哦。算了，死了拉倒。以后能不能放2颗在桌子上？这要是没有我，你就改了。我知道了，其实他还真挺好的，这么贴心，要是能给我当妻子就好了。啊？他让我当他妻子？不是，他做了都不敢承认，怎么现在又说想让我当他妻子？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说啊！你这人咋这么莫名其妙？林美雪，你还来干什么？你不是都已经被开除了吗？抱歉啊，我现在是叶总的秘书，你他的秘书。世言哥哥，有的时候我真的挺心疼你的，公司又出了个叛徒，你竟然还不知道？什么叛徒啊？还装？估计呀，有些人跟别的男人都已经睡了，到现在还不承认。看你这德性，就知道是来找我找事的。说话要讲究证据，证据在哪儿？你想要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芊芊，这是什么？谁都知道邵恒与石岩哥哥不对付，陆芊芊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只不过早就背叛了风总，看你们这姿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夫老妻呢。真有意思，跟踪偷拍，你们是真变态。哼，不跟踪怎么能知道你和邵恒的奸情呢？石岩哥哥，其实邵氏那块地啊，最多就值50亿，是他与邵恒里应外合，抬高价格搞的，还真以为让你省了10亿呢，演技真是好呀。陆芊芊，这下你真的完蛋了。完蛋吗？你也太看不起我。石岩哥哥，你自己看吧，这些都是那个人偷拍陆芊芊和邵恒私下见面的证据。你要不要给我个解释？连他也在怀疑我。快拿出一点证据，我相信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，求求你，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首先，我承认照片是真的，但是我承认就行。石岩哥哥，你看他承认了，赶紧把他抓起来报警啊！你急什么？我承认的是照片，又不是和邵恒的关系。你们都手拉手，这都证据确凿了，你还不承认？那是邵恒想要挖我去邵氏，我没有同意，然后就遇到绑匪想要绑架他，我就拉着他逃跑，结果就被你们这些有心之人拍到了。笑死！
绑匪，编都不会编。这世上要真有这么巧的事，我脑袋给你当球体啊！那就把你的脑袋卸下来吧。少恒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听说有人传我的谣言，造我的黄谣，过来看看。技术不错啊，我还挺上相的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和芊芊没有任何关系？我要和陆芊芊真有什么的话，还轮得上你吗？你和我斗了这么多年，我原本以为你挺聪明的，可是在这种事情上，你为什么这么糊涂啊？诗言哥哥，不要相信他，他肯定不会承认的，因为他还要陆芊芊继续留着当内鬼呢。对，风总，咱们要相信证据。林美雪，你以为自己偷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是吧？我早就发现了。慢慢，在那儿，果然在这儿。好好看看，这就是真相。只要把他这辈子吃吃个不愁。那天是我找芊芊，跟她聊来邵氏的事情，无论我开多高的价格，她都不愿意。再后来就是我被绑匪绑架，你都看到了，这就是真相。还有这个就是他们污蔑芊芊姐的证据。叶婉晴，叶婉晴，那天就发现你们没安好心，果然如此。芊芊姐可是救过我命的，不允许你们伤害她。天哪，他们都这么好吗？现在真相大白。叶婉晴，林美雪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，方总饶命啊！这一切都是叶总指使我的，这个照片也是他找人偷拍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都不知道。李美雪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污蔑我！你给我的10万块的转账记录还在呢，信不信我拿给风总看啊？石岩哥哥，你肯定是相信我的，对吗？叶婉晴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从现在起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石岩哥哥，石岩哥哥，来人，把叶婉晴扔出去，把李美雪送到派出所去。是。石岩哥哥，芊芊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双双，谢谢你，还有邵先生。少恒，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……方时宴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欠我人情，不如这一次就还给我吧。你想要什么呀？他，不可能，他是我的人，这辈子不可能，下辈子也别想。那可不一定。虽然之前我和芊芊的事都是谣言，但如果从现在起我认真起来，风时宴，你可就很危险了。叶婉清真讨厌，怪不得我哥不喜欢她。现在好了，活该。真的很谢谢你。没事儿，芊芊姐，是你救了我，还让我打开心结，我该谢谢你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芊芊姐，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其实我哥他很喜欢你。喜欢我？不能吧，我压根儿一点都没感觉到。那是因为他一次恋爱都没谈过，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表达感情。一次恋爱都没谈过？怎么可能？都怪我那已经过世的老爹，当年他出轨养小三，被我妈知道了，一气之下过世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哥他就再也不相信感情。这些年有不少女人接近他，可都被他躲得远远的。原来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最近他真的对你动心了。芊芊姐，我哥他做生意行，但是恋爱起来他就是个笨蛋。如果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你要多多包涵啊。其实他还真的挺好的，这么贴心，要是能给我当妻子就好了。就是因为他不想谈恋爱，就是前些年邵恒的姐姐发了疯似的追求我哥，我哥不愿意，结果一气之下他就出国再也不回来了。邵恒以为我哥是故意的，各种搞针对我哥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啊。风时宴，那你到底做没做过？喜不喜欢我？
我天，又是绑匪！难道绑上横不成，转移目标了？你们要绑就绑我，匹布双双！大哥，他怎么知道我们要绑他？管他呢！什么？这次冲我来的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，千千姐！我有钱，你们要不要绑我？哎，走走。喂，哥，千千姐被绑架了。你个贱人，这次我倒不相信你还能逃出升天。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货，让你一直勾引实验哥哥，让你一直卖弄你那不要脸的身材，是他们一直想要贴着我，这怪我吗？还嘴硬，把他给我埋了。是。我倒想知道，现在谁还能救得了你？他们怎么会这么快？怎么可能？大姐，别丢下我们！去你的，给我拖住了！放心，他们如果死掉了，我会照顾好你们家人的。啊！别动！别动！我们有刀！放开他！你说放就放，那我多没面子！要敢伤了他，我把你们大卸八块！大哥，他们说的好像是真的，我不想死。啊，别紧张，你们抓他无非也就是为了钱。收吧，给你们多少钱？2万。你把人放了，我给你100万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钱我自然会给，等你们出狱了，再来邵氏找本少爷。哼。还好他没事，不然我这辈子都无法释怀。我确定自己爱上了他。千千姐，我告诉你，叶婉晴已经被警察抓了，罪名是绑架。叶家呢，也把他赶出家门了。这次他可算完蛋了。这就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他们活该。哎，我哥最近找你好几次，你都不见，你俩到底啥情况啊？啊，我不太喜欢恋爱笨蛋，他连表白都不会。干嘛让我当老妈子照顾他？让开！让开！你让开！我先来的。我先来的。芊芊是我的助理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别把我家门洗坏了。陆芊芊，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芊芊姐，你不是说我哥连表白都不会吗？这不是表白了？哥，你可以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哼，陆芊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连求婚都整上了，你更狠！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那天晚上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什么？风时夜，你禽兽！做了，真做了？你还做了？真是禽兽不如！天哪！那我那天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是不是想着不睡白不睡，睡了就跑？睡？风时夜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！你真是个禽兽！老哥，你渣男啊！睡？我没睡啊！我发誓，我肯定没睡。我只是没忍住偷偷的亲了你一下，但是其他事我什么都没做过。就只亲了一下？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好好回答。我可是会读心术的。如果你真的有读心术，请听一下这句话。陆芊芊，我承认从你救我那一次就对你一见钟情，但那时候我一直不相信感情。可由于太喜欢你，我做了这些莫名其妙的事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余生只有你。